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你表哥这边出了点状况，你能不能先转点钱过来？姑姑的微信发过来时，远方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手机静音着，屏幕上密密麻麻十几个未接电话，全是那个熟悉的号码。此刻在全市最豪华的海鲜餐厅里，一张12800元的账单正摆在众人面前，而支付系统冰冷地显示着该银行卡已解除绑定。这局面比任何大戏都要精彩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腊月的风总是特别刺骨，远方推开办公室的窗户，让寒气灌进来。桌上的电脑还亮着，屏幕里是一堆密密麻麻的数据表格。外面的马路上车来车往，人们裹着厚厚的衣服匆匆走过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年关将至的焦虑。手机嗡嗡地震动起来，是家族群里又有人在说话。远方瞥了一眼，是表哥林峰发的消息：各位叔叔阿姨，侄子我最近谈成了个大项目，这周末请大家到金海湾吃饭，地址我一会儿发群里。群里立刻热闹起来。姑姑第一个回复：我儿子就是有出息，后面跟着一串夸赞的表情包。二叔说疯子有心了，三舅母也凑热闹。金海湾啊，听说那里的帝王蟹特别新鲜。远方看着屏幕，等着看自己会不会被挨到。林峰逐个按了所有的长辈，连远方的父母也都按了，就是没有远方的名字。群里继续聊着周末的安排，讨论着要穿什么衣服，要不要带礼物。远方把手机扣在桌上，继续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数字。晚上回到家，妈妈已经在厨房忙活晚饭。远方换了衣服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。妈妈端着菜出来，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。远方啊，你表哥周末请客的事，你知道了吧？妈妈把菜放在茶几上，声音有些小心翼翼。知道了。远方的眼睛还盯着电视屏幕。那个，妈妈坐下来，你表哥说餐厅座位比较紧张，这次就不叫你了，说下次单独请你吃饭。远方点点头，没说话。妈妈又补充：你别往心里去，你表哥也是为了照顾长辈们，我知道的。远方站起来去厨房盛饭，妈妈在客厅里叹了口气。第二天上班的路上，远方刷朋友圈，看到姑姑发了一条动态，照片是金海湾餐厅的定位确认单，上面清晰地写着时间和人数。姑姑配的文字是：我家大儿有出息，就该让亲戚们都沾沾光。底下已经有好几个赞和评论。林峰回复说：必须的，这次要让大家见识下什么叫档次。远方关掉手机，走进办公楼。电梯里遇到同事小王，两人一起上楼。小王问：周末有什么安排吗？没有，在家待着。远方回答：那挺好的，我也想在家休息，但我妈非要我去相亲。小王苦着脸。电梯到了楼层，两人各自回到工位。远方打开电脑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他收到了银行 App 的推送消息，点开一看，是关于绑定账户的消费提醒。上面显示林峰的账户在上周有3笔大额消费尝试，但都因为余额不足而失败，每笔都在5000元以上。远方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，他想起半年前的那个下午，林峰到他家里来，说是路过顺便看看。那天林峰穿着新买的皮夹克，手里拿着刚换的 iPhone， 一进门就开始抱怨生意上的事情。表弟啊，我跟你说个实话，
最近做生意周转有点紧张。林峰坐在沙发上，翘着二郎腿。不过问题不大，就是临时需要一个备用的支付方式。远方当时正在厨房泡茶，听到这话走了出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把你的银行卡绑定到我的支付账户上，作为紧急支付方式。林峰说得很随意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乱刷的，就是万一遇到什么急事，能有个保障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远方有些犹豫，咱们兄弟俩还客气什么？林峰拍拍远方的肩膀，我拍胸脯保证，绝对只是备用，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而且说不定你什么时候需要帮忙，我也能照顾照顾你。远方想了想，最终还是同意了。当时他觉得亲戚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，而且林峰说的那么诚恳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现在看着手机上的消费失败记录，远方意识到林峰说的绝对不会乱刷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他打开银行啊，查看了绑定账户的详细记录。在过去的2个月里，林峰通过这个绑定账户消费了好几次，每次都不是什么紧急情况，而是一些日常的餐饮和娱乐支出。下班回家的路上，远方接到爸爸的电话，儿子，你在哪呢？爸爸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，刚下班，在回家的路上。你表哥前几天来我们家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没遇到。远方走到地铁站，开始排队。他说要请客吃饭，需要提前交押金，问我能不能借他点钱。爸爸顿了顿，我手头也紧，没借给他。远方进了地铁车厢，找了个角落站好。他缺钱吗？看起来是的。他说最近生意上投入比较大，现金流有点紧张。爸爸叹了口气，不过他说问题不大，很快就能缓过来。挂掉电话，远方想起上周在超市偶遇林峰的同事，那个人是林峰公司的会计。两人在收银台排队的时候闲聊了几句。你们家林峰最近总说要请大家吃大餐，我们都在等着呢。那个会计笑着说，是吗？远方随口应着，不过说实话，我们看他连加油钱都在蹭公司的，不知道哪来的钱请客。会计压低了声音，前2天还问我能不能预支点工资，说家里有急事。当时远方没有多想，现在想起来，这些细节串联在一起，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画面。回到家里，远方洗了澡，坐在书房里打开电脑，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显得有些苍白。他打开银行啊，找到绑定账户的管理页面，林峰的名字就在那里，旁边是解绑的按钮。远方的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，他想起这些年来和林峰的种种往事。小时候过年的时候，林峰总是穿着最新款的衣服，拿着最新的玩具，在所有的小孩面前炫耀。姑姑总是自豪地说，我们疯子就是有眼光，什么好东西都要最好的。上了大学以后，林峰更是变本加厉，每次家庭聚会，他都要展示自己的新手机、新手表，或者新买的什么电子产品。他会很详细的介绍这些东西的功能和价格，言语间总是透露着一种优越感，特别是对远方，林峰总是带着一种隐形的轻视。表弟啊，你这手机该换了，都用了多少年了？林峰经常这样说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这种老古董？或者是，表弟，你们公司待遇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个好点的工作？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关心，但语气和神态总是让人感到不舒服。更让远方不能忍受的是，林峰经常在一些小事上占他的便宜。有一次，几个人一起去看电影，
林峰提议用远方的会员账号买票，说可以打折。结果买了票以后，林峰说忘了带钱包，让远方先垫付，说回头再还。这一垫付就是好几个月，直到远方主动提起，林峰才装作突然想起来的样子还了钱。还有一次聚餐，林峰点了一桌子的菜，吃到最后又说忘了带钱包，让大家先帮忙付账，其他人都不好意思计较，最后还是远方买了单。事后林峰在群里发了很多感谢的话，但钱却一直没有还。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，每次远方都选择忍让，一方面是觉得亲戚之间不应该计较这些小事，另一方面也是不想让父母为难。爸爸妈妈总是说一家人要和和气气的，你表哥人不坏，就是有时候粗心一点。姑姑更是护着林峰，每次有什么矛盾，他都会说疯子从小就大大咧咧的，你们做弟弟的要多包容包容，仿佛远方比林峰小很多似的。实际上两人只差1岁。远方关掉电脑，走到窗前，外面的街道上华灯初上，霓虹灯闪烁着各种颜色。远处的高楼大厦里，无数个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，每一个窗户后面都有一个家庭，都有各自的故事和烦恼。他想起小时候和林峰一起玩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家都还小，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。夏天的时候，两家人会一起去郊外野餐，林峰和远方在草地上追逐打闹，累了就躺在大树下看云彩。那时候的林峰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心机，两人也没有这么多的隔阂。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？大概是从高中开始吧。林峰的成绩比远方好一些，考上了更好的大学。姑姑开始经常在亲戚面前夸赞林峰，说他有出息，将来一定能有大发展。而远方考上的学校相对普通一些，虽然爸爸妈妈也很高兴，但在亲戚聚会上总是显得没有那么风光。大学毕业以后，这种差距更加明显了。林峰进了一家外企，薪水不错，工作体面；远方进了一家国企，虽然稳定，但收入相对较低。每次聚会，林峰都会谈论自己的工作有多么高大上，同事有多么优秀，老板对他有多么器重，而远方只能安静地听着，偶尔附和几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林峰的优越感越来越明显，对远方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客气。他开始习惯性地指挥远方做这做那，仿佛远方是他的下属。在外人面前，他也经常拿远方开玩笑，说一些让人尴尬的话。我这个表弟啊，就是太老实了，什么都不争，所以混得一般般。林峰经常这样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训斥，不像我，什么事都要争一争，不然哪有今天的成就。每次听到这样的话，远方都感到一阵窒息，但他选择了沉默，因为他不想在亲戚面前争吵，也不想让父母难堪。现在看着手机上的银行卡，远方意识到自己的忍让并没有换来林峰的感激或者尊重，反而助长了他的嚣张。林峰把远方的善良当成了软弱，把远方的宽容当成了理所当然。周五的晚上，家族群里又开始热闹起来。林峰发了金海湾餐厅的照片，豪华的装修，精致的摆设，每一张照片都在炫耀着这顿饭的昂贵。明天晚上6点，大家准时到啊！林峰在群里说，我已经点好菜了，帝王蟹、澳洲龙虾，还有鲍鱼，保证让大家吃好喝好。姑姑立刻回复，我儿子就是贴心，知道照顾长辈，
其他亲戚也纷纷表示期待。有人问要不要带什么礼物，林峰大气地说：“什么都不用带，你们人到就行了。”远方看着这些对话，感到一阵荒诞。他知道林峰现在连基本的生活费都有问题，却还要在亲戚面前装阔。这顿饭的钱从哪里来？答案很明显，林峰打算用远方的银行卡来买单。远方打开银行 App， 再次来到绑定账户的管理页面。这次他没有犹豫，直接点击了解绑按钮。系统提示需要输入密码确认。远方输入了密码，然后点击了确认。屏幕上显示解绑成功。远方放下手机，感到一阵轻松。外面开始下雨，雨滴敲打着窗玻璃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远方泡了一壶茶，坐在沙发上看书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翻书页的声音和外面的雨声。周六的上午，远方睡了一个懒觉，醒来的时候已经快10点了。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房间，显得格外温暖。他慢慢的洗漱，吃早餐，然后开始收拾房间。下午的时候，他去书店买了几本书，又去超市买了一些生活用品。傍晚的时候，家族群里开始活跃起来，大家陆续发着赶往餐厅的照片。二叔发了一张穿西装的自拍，配文准备去吃大餐。三舅母发了一张化妆后的照片，说要给侄子长脸。姑姑发了一张林峰穿着西装在家门口的照片，配文主角准备登场。照片里的林峰打着领带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。妈妈也发了消息给远方，我们已经到餐厅了，这里真的特别豪华，装修的像宫殿一样。你表哥点了好多贵的菜，说这一桌要上万块钱呢。远方回复：你们吃好喝好，注意身体。发完这条消息，远方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模式。此时在金海湾餐厅里，一场大戏正在上演。包厢里装修的金碧辉煌，水晶吊灯闪闪发亮，墙上挂着名家的字画。椭圆形的大圆桌摆在房间中央，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，摆着精致的餐具。林峰坐在主位上，穿着新买的西装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。他的左边坐着姑姑，右边坐着远方的父母，其他的亲戚按照辈分依次坐好。整个包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来来来，大家都坐好，今天我请客，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。林峰站起来举杯，感谢各位叔叔阿姨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关照，今天这顿饭就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，疯子有心了。二叔举起酒杯，我们疯子就是懂事。姑姑的眼睛都笑眯了。服务员开始上菜，一道道精美的菜肴摆上桌子。帝王蟹个头巨大，蟹黄饱满，澳洲龙虾活蹦乱跳，个个都有半斤重。鲍鱼新鲜肥美，一个就要几百块钱。大家看看，这些都是最新鲜的海鲜。林峰指着桌上的菜，这个帝王蟹是阿拉斯加空运过来的，这个龙虾是今天早上才从澳洲运到的，还有这个鲍鱼是南非的野生鲍鱼。大家纷纷赞叹菜品的精美和昂贵。林峰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最近谈成的项目有多么重要，合作伙伴有多么有实力，自己在公司的地位有多么重要。这次的项目一谈成，我在公司的地位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林峰加了一块龙虾肉，老板说了，下一步就要提拔我当部门经理，到时候手下管着几十号人，那太好了。三舅母赶紧恭维，疯子一直都是有能力的，这是早晚的事。
那是当然的，姑姑自豪地说，我儿子从小就聪明，什么事都比别人强。远方的妈妈在旁边静静地吃菜，偶尔附和几句。她心里想着远方，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但看到林峰兴致这么高，大家吃得这么开心，也不好说什么。饭局进行了2个多小时，大家都吃得很饱，喝的也不少。林峰的脸有些红，话更多了，开始给大家描绘他的宏伟蓝图。等我当了经理，就买辆好车，带大家去旅游。林峰拍着胸脯，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开着豪车，住最好的酒店，让别人看看什么叫有钱人的生活。就在这时，服务员拿着账单走了过来，他穿着整齐的制服，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，走到林峰身边，先生，您本次消费共计12800元，请问用什么方式支付？包厢里突然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林峰身上。林峰的笑容依然灿烂，他得意地扬了扬手，刷卡，我绑定了自动支付的。林峰拿起手机，打开支付软件，大家继续聊，马上就好。他在手机上操作了几下，然后把手机递给服务员。服务员拿着手机操作了一下，然后皱起了眉头。先生，支付失败了。林峰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，他接过手机看了一眼，屏幕上确实显示着一句话，却让他顿时脸色大变。支付失败，该银行卡已解除绑定的提示。怎么可能？林峰的声音有些发颤，让我再试试。他重新操作了一遍，结果还是一样，又试了第3遍，还是失败。林峰的额头开始冒汗，脸色也变得苍白，包厢里的气氛变得非常尴尬，亲戚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姑姑赶紧打圆场，是不是网络不好啊？这个餐厅的信号一直不太稳定。对啊，可能是网络问题。二叔也跟着说，但林峰知道不是网络问题。他想起了远方，想起了那张绑定的银行卡，他的手开始发抖，急忙掏出钱包查看现金，钱包里只有几百块钱，连账单的零头都不够。服务员站在旁边，脸上的笑容变得有些僵硬。他见过很多这样的场面，知道这种情况通常意味着什么。先生，您看是换其他支付方式，还是……等等等等。林峰手忙脚乱地开始给远方打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，没有人接。林峰又打了一遍，还是没人接。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，包厢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。亲戚们开始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问题，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孩子们还在开心地吃着水果，完全不知道大人们的尴尬。林峰连续打了10几个电话，远方始终没有接听。他开始疯狂地发微信、发短信，但都石沉大海。疯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姑姑的声音有些急了。没事，没事，就是支付出了点小问题。林峰强装镇定，但声音明显在发抖。这时，远方的爸爸看不下去了，掏出自己的钱包，要不我来付吧，反正都是一家人。但他打开钱包一看，现金也不够，又拿出手机查看银行余额，加上现金也只有7000多块，还差5000多，我这里也不够。爸爸有些尴尬地说。其他亲戚也纷纷掏钱包，但每个人带的现金都不多，大家你500我300地凑着，最终凑了8000多块，还差4000多。服务员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，他示意经理过来。经理是个中年女人，穿着黑色的职业装，脸上没有笑容。先生，您看这个情况，
经理的语气很冷淡。林峰的额头上汗如雨下，他知道自己已经骑虎难下，只能硬着头皮向亲戚们求助。叔叔们、阿姨们，能不能先帮我垫一下？我明天就还。但大家都很尴尬，每个人带的钱都有限，而且这个数额确实不小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家现在都看出来了，林峰根本就没有钱请这顿饭。就在这时，姑姑的手机响了，她看了一眼，然后走到角落里接电话。喂，小远吗？姑姑的声音很急，你表哥这边出了点状况，你能不能先转点钱过来？就是吃饭的时候支付出了问题。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传来远方平静的声音：姑姑，表哥没请我吃饭，我好像不太方便掺和吧。姑姑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这不是一家人吗？你表哥就是忘了叫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没往心里去。远方的语气依然很平静。再说，我的银行卡早就解绑了，他没告诉您吗？姑姑拿着手机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她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也明白了为什么支付会失败。包厢里的气氛已经降到了冰点。林峰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苍白如纸。他知道自己完全搞砸了，不仅丢了面子，还让所有的亲戚都看到了他的窘境。经理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。先生，您看是不是联系一下朋友或者同事，或者我们可以让您先挂账，抵押一些物品。林峰听到抵押这个词，整个人都颤抖了一下。他看看手腕上的手表，那是他前几个月刚买的，花了他大半个月的工资。我可以抵押这个手表。林峰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经理看了一眼手表，然后叫来了专门的估价师。估价师仔细检查了手表，最后给出了一个价格。这块表可以抵押3000块。林峰的脸更白了，这意味着他还要再想办法弄到1000多块钱。最终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林峰摘下了自己心爱的手表，签署了抵押协议。亲戚们凑的钱加上手表的抵押款，终于够付这顿饭的钱了。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。等到终于解决了账单问题，包厢里的气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没有人在说话，大家都默默地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。走出餐厅的时候，林峰的步伐沉重如铅，姑姑跟在他身后，脸上的表情既愤怒又担心。其他亲戚们三三两两地走着，窃窃私语着今晚发生的事情。这是闹的。二叔摇着头，年轻人就是爱炫。现在好了吧？三舅母说得很轻，但还是被林峰听到了。林峰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，他想起刚才在包厢里的种种，想起自己在亲戚面前的丢脸，想起远方在电话里平静的声音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自作自受。回到家里，林峰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屋子里一片漆黑，他没有开灯，就这样坐在黑暗中，手腕上空荡荡的，没有了手表的重量。那块表是他的骄傲，现在却成了他失败的见证。姑姑在厨房里忙活着，想给儿子做点宵夜，但他的心情也很复杂。一方面心疼儿子受了委屈，另一方面也知道今天的事情确实是林峰的问题。疯子，吃点东西吧。姑姑端着面条走了出来，林峰没有回应，依然坐在黑暗中。姑姑叹了口气，把面条放在茶几上。你表弟这次做的也太绝了，怎么能在这种时候解绑银行卡呢？妈，别说了。林峰的声音很沙哑，是我的错。这是林峰第一次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姑姑有些意外，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同一时间，
远方正在家里看书，手机放在一边，上面显示着几十个未接电话和未读消息。他没有理会这些，专心致志地看着手中的书。妈妈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快10点了。她看起来很疲惫，脸上的表情也很复杂。今天的事，妈妈坐在沙发上，想跟远方说什么。妈，你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远方放下书，走过去给妈妈倒了一杯水。妈妈看着儿子，想说什么，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最终她只是叹了口气，接过水杯喝了一口。你表哥今天确实……妈，今天的事我都知道。远方的语气很平静，您别为这事烦心了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妈妈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她知道儿子做的没错，但心里还是有些复杂，毕竟是亲戚，闹到这个地步，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家族群里异常安静，以前经常热聊的群，现在变得死气沉沉。偶尔有人发个生活照或者问候，也很快就沉了下去，没有人回应。林峰更是彻底消失了，他没有在群里说过一句话，朋友圈也停止了更新。姑姑偶尔会发一些养生的文章，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活跃。这种沉默持续了整整1个星期，直到下一个周末，二叔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，说家里的老人身体不太好，大家找个时间聚聚，去看看老人。这条消息得到了大家的响应，很快就确定了聚会的时间和地点。这次聚会在二叔家里，大家各自带菜，一起包饺子。聚会的当天，远方按时到了二叔家，其他亲戚也陆续到了，唯独林峰和姑姑迟迟没有出现。他们怎么还没来？三舅母问。可能路上堵车吧。二叔说，等到饺子都包得差不多了，林峰和姑姑才姗姗来迟。林峰进门的时候明显有些拘谨，他跟大家打了招呼，但声音很小，眼神也有些躲闪，特别是当他看到远方的时候，眼神明显的闪烁了一下，然后赶紧移开了视线。聚会的气氛有些微妙，大家都在努力表现得正常，但那种尴尬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。林峰坐在角落里，很少说话，更没有了以前那种滔滔不绝的炫耀。吃饭的时候，林峰主动提出要买单，但被二叔拒绝了。今天就在家吃个便饭，还买什么单？二叔笑着说。林峰的脸红了一下，没有再坚持。整个聚会过程中，林峰都显得很安静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谈特谈自己的工作和成就，也不再对别人指手画脚，甚至当有人问起他的工作情况时，他也只是简单的回答几句，没有了以前的炫耀和张扬。聚会结束的时候，林峰主动走到远方面前，表弟，那个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上次的事是我不对。远方看着他，点了点头，但没有说话。我把钱还给你。林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这是上次你垫的钱，还有利息。远方接过信封，也没有打开看。表哥，以后这种事就不要再发生了。林峰点头如捣蒜，不会了，绝对不会了。从那以后，林峰变了很多，他不再在家族群里炫耀，不再在聚会上吹嘘，也不再对远方那么颐指气使。相反，他变得小心翼翼，说话也客气了很多。而远方则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，他该工作工作，该生活生活，既不因为这件事而得意，也不因为亲戚关系的改变而烦恼。又过了1个月，家族群里逐渐恢复了以前的活跃，大家又开始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讨论各种话题。但林峰始终保持着低调，
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嚣张。有一天，远方收到了林峰发来的私信：“表弟，谢谢你。”远方看着这条消息，想了想，回复了4个字：“都过去了。”确实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林峰还是那个林峰，远方还是那个远方，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林峰不再把远方当成可以随意欺负的对象，而远方也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一个可以无底线忍让的人。有时候，守住底线比一味忍让更能赢得尊重。这个道理，林峰现在终于明白了，而远方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来证明这一点。那个时机就是在金海湾餐厅的包厢里，在所有亲戚的见证下，在12800元的账单面前，在该银行卡已解除绑定的提示出现的那一刻。